大家好，我是4213。在上期，我们跟随凯尔萨斯的视角，看到了他是如何一步步来到外域，加入伊利丹的队伍的。而伊利丹来外域原本是想躲避基尔加丹的怒火，可到头来还是被恶魔领主找到。基尔加丹威胁伊利丹返回艾泽拉斯，除掉巫妖王。伊利丹也将计就计，来到了艾泽拉斯的诺森德，准备向巫妖王发起致命一击了。黑暗之门开启后22年。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巫妖王的冰封王座在伊利丹的上一次进攻中碎开了一小道裂缝，因此巫妖王控制亡灵的能力也随之减弱了。死亡骑士阿尔萨斯能够明显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变弱了，但实际上感受到巫妖王控制减弱的不只有阿尔萨斯，在洛丹伦的所有亡灵几乎都感受到了。那曾经在脑海中巫妖王压倒一切的强烈意志正在慢慢消退。亡灵们感受到一些熟悉的东西，在死前就已经失去的东西返回了自己的身体中，那就是自由意志。起初，大多数亡灵对这些变化感到非常困惑，他们开始在曾经的家园上四处游荡，不知该做些什么。但是有些亡灵却非常清楚，他们意识到这是巫妖王的力量正在衰退，这意味着复仇的机会来临了。在那些渴望复仇的亡灵中，女妖之王希尔瓦纳斯风行者便是其中一员。自从希尔瓦纳斯死去的那一刻起，他便一直在反抗巫妖王的意志。然而，全盛时期的巫妖王意志坚如钢铁，任凭他怎么反抗也无能为力。甚至巫妖王还强迫他与生者为敌。那时的他对此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将对阿尔萨斯以及巫妖王的仇恨与愤怒都埋藏在心底。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当自由意志重回希尔瓦纳斯体内时，他意识到了眼前的变化，复仇与愤怒已占据吞噬了希尔瓦纳斯。于是他悄悄集结起一群具有自由意志的亡灵，预备有朝一日向夺走他们生命、将他们变成怪物的阿尔萨斯以及巫妖王发起复仇。其实希望消灭阿尔萨斯的并不只有希尔瓦纳斯和亡灵，瓦里马萨斯等一众恐惧魔王也察觉到了巫妖王的虚弱，而为了能够消灭巫妖王，他们必须先除掉巫妖王的代理人阿尔萨斯。为了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恐惧魔王们暗中邀请希尔瓦纳斯参加了他们的秘密会议。希尔瓦纳斯知道这些恐惧魔王是想要与自己联手，一起颠覆阿尔萨斯。恐惧魔王们明确说出，巫妖克苏加德忠心耿耿，不容易被策反。可希尔瓦纳斯就不同了，而希尔瓦纳斯也承认自己对阿尔萨斯有着极深的仇恨，因为他不仅毁灭了自己的王国，还把他变成了怪物。很快，希尔瓦纳斯便做出决定，同意参与这场叛乱。不过，他要以自己的方式来行事。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知道这些恶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并且他再也不想被他人控制了。恶魔们其实并不信任希尔瓦纳斯，但他们认为只要利用好这份仇恨，希尔瓦纳斯就能成为他们的工具。就这样，一场夺权大戏即将拉开帷幕。一段时间后，在洛德伦都城的废墟中，科尔苏加德正在与阿尔萨斯同行。随着阿尔萨斯力量的流逝，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失去对亡灵的掌控力了，并且巫妖王也警告过，如果不能尽快赶到诺森德，那他们就会失去一切。科尔苏加德让阿尔萨斯不用担心，去往诺森德的船已经停泊在岸边，可以随时出发上路。阿尔萨斯一边听着，一边走向王座厅内部。而当他来到大厅中央时，3位恐惧魔王及一群天灾士兵一起现身，砰的一声，大门关闭。克苏加德这才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圈套。恐惧魔王巴纳扎尔直言，他们已经接管了天灾大军，现在是时候终结阿尔萨斯的统治了。克苏加德急切高呼，让阿尔萨斯赶紧逃走，他会在野外与阿尔萨斯碰头。接着，阿尔萨斯干掉了眼前的这批食尸鬼，从王座厅杀了出来。幸好还有一群天灾士兵仍然忠于阿尔萨斯，于是阿尔萨斯便带着这些士兵开始了逃离。在逃离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不少恐惧魔王的叛军以及燃烧军团的恶魔。尽管阿尔萨斯的力量正在被削弱，但他还是凭借着战斗技巧和对城市地形的了解击退了这些叛军。再加上仍有忠于阿尔萨斯的天灾士兵加入了队伍，这使得阿尔萨斯一路逃到了城市外围。看到这里，应该会有不少玩家想问，为什么3位恐惧魔王不亲自下场干掉阿尔萨斯呢？这大概是因为如果阿尔萨斯真的记掉了的话，后面的戏就没法演下去了。所以这属于是剧情需要。当阿尔萨斯离开废墟后，一群憎恶挡住了阿尔萨斯的去路。此时，几位女妖出现，替阿尔萨斯摆平了这些叛军。看到这些女妖，阿尔萨斯认为这一定是希尔瓦纳斯派来支援他的。他顺势问起希尔瓦纳斯现在何处。女妖称是希尔瓦纳斯派他们来护送阿尔萨斯到野外避难的。阿尔萨斯不疑有他，便跟着这些女妖一起上路了。在行至提瑞斯法林地深处时，女妖表示需要在这里休整一下。阿尔萨斯不解地问为什么在这里休息，他们得赶紧与克尔苏加德会合。忽然，阿尔萨斯的专心剧痛再次发作，原来这是巫妖王在提醒阿尔萨斯被骗了，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很快从暗中射出的一箭命中了阿尔萨斯，身边的仆从也都被杀死了。孤立无援的阿尔萨斯抬头一看，才发现那一箭来自于希尔瓦纳斯。希瓦轻蔑地表示，这可真是风水轮流转。阿尔萨斯想要反击，却发现自己浑身麻痹无力。希瓦解释这是特制毒箭的效果，毒箭的麻痹和生不如死的自己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的痛苦罢了。阿尔萨斯孤身一人，再加上又没了行动能力，这让他无比绝望，直呼让希尔瓦纳斯给他个痛快。然而希尔瓦纳斯根本不打算让阿尔萨斯死得这么轻松，他要慢慢折磨这个让他生不如死的畜生。正在此时，克尔苏莱德带兵赶了过来，杀死了在场的女妖，赶跑了希尔瓦纳斯。希尔瓦纳斯眼见行动失败，也只得先行撤离。临走前，他告诉阿尔萨斯，他会让他永无宁日。在此之后，克尔苏莱德带阿尔萨斯来到海边的港口，他为阿尔萨斯处理了伤势，并做好了前往诺森德的一切准备工作。阿尔萨斯非常感谢克尔苏莱德所做的一切。现在阿尔萨斯的力量正在流失，也失去了部分天灾军团的掌控，他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甚至对自己能否重回洛丹伦也心里没底。临走前，他把洛丹伦交给他唯一信任的朋友克尔苏加德保管。在交代完一切之后，阿尔萨斯踏上了前往诺森德的船。接下来按照游戏进度，就该进入到希尔瓦纳斯与恐惧魔王间的争斗了。但是为了视频的叙事畅通，这一段我会放到以后再来讲述。现在还是让我们紧跟阿尔萨斯的视角，来看看当他来到了诺森德后又发生了哪些事。此时伊利丹的军队正在向着冰冠冰川进发，而阿尔萨斯也一路上都在以最快的速度行军。当他抵达诺森德后，便遭遇了血精灵的进攻，这些血精灵是伊利丹派来阻挡阿尔萨斯的。这时阿努巴拉克突然从地底现身，帮助阿尔萨斯击败了眼前的这些血精灵。阿努巴拉克告诉阿尔萨斯，是巫妖王派他来支援的。阿尔萨斯很感谢阿努巴拉克的支援，不过他们现在没时间聊天了，必须立刻赶到巫妖王那里去。而想要前往那里，他们就必须先清理掉血精灵的前哨站。于是阿尔萨斯联合阿努巴拉克摧毁了血精灵的前哨站。顺带一提，在诺森德阵亡的血精灵，在后面的某个时候会被阿尔萨斯复活成为亡灵。这些血精灵亡灵就是后来的亡灵吸血鬼萨莱因，也是后来巫妖王之怒版本中出现的几位副本 BOSS。而在踏平哨站后，凯尔萨斯出现在了阿尔萨斯面前。刚一见面，凯尔萨斯便表示，很可惜当初在阿尔萨斯进攻银月城时，自己没能亲手阻止他，但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自己会阻止阿尔萨斯的进攻，因为现在的他已经投身于强大的伊利丹。伊利丹手下兵多将广，眼下这支军队正在片刻不停地向着冰冠堡垒进发。只要巫妖王一死，阿尔萨斯将彻底失去一切，这就是阿尔萨斯为入侵奎尔萨拉斯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放完狠话后，凯尔萨斯传送离开。忽然，阿尔萨斯又感受到钻心剧痛，巫妖王再次催促阿尔萨斯加快脚步。在恢复过来后，阿尔萨斯认为凯尔萨斯说的没错，他们很可能来不及赶到巫妖王那了。这时，阿努巴拉克指出，有一条捷径可以快速抵达冰冠冰川，即地下诸魔王国艾卓尼鲁布那早已被遗忘的通道。另外，阿努巴拉克还提到，在附近的山上驻置一头蓝龙，这头龙手里的法器可能会对他们有所帮助。于是乎，阿尔萨斯带着手下先是来到了蓝龙巢穴，屠杀了那名为萨菲龙的蓝龙，夺走了龙穴里的财宝，甚至他还用能力将萨菲龙复活成为一头冰霜巨龙。是的，这头冰龙在后来的魔兽世界纳克萨马斯副本中作为倒数第二个 BOSS 登场过。同一时间，瓦茨奇的纳加部队向阿尔萨斯的基地发起了进攻。原来纳加和血精灵在艾卓尼鲁布王国入口附近都建有营地。为了能够顺利抵达阿努巴拉克说的捷径，阿尔萨斯带领部队顺势清理了这些敌对营地。之后，他们又干掉了各种拦路诸魔、龙人士兵等生物，抵达了艾卓尼鲁布废墟的入口处。在正式进入地下洞穴前，阿尔萨斯担心伊利丹会先他们一步找到巫妖王。阿努巴拉克说自己把大部队留在了冰冠冰川，他们会竭尽全力守住阵线的。此时，阿尔萨斯发现地穴里的情况有些不太对劲，这里本该有大量诸魔和亡灵才对。阿努巴拉克判断这里一定是有什么东西赶走了他们。说话间，一群矮人出现在了他们面前。阿尔萨斯认出这些矮人是穆拉丁的手下。原来，当年阿尔萨斯在取得双之哀伤后，矮人首领穆拉丁昏死了过去，失去首领的矮人们被迫留在了这片极寒之地。在副官巴尔古的领导下，他们抢占了诸魔的地穴，才勉强活了下来。如今再见到仇人，他们誓死也要阻挡阿尔萨斯为穆拉丁复仇。然而，阿尔萨斯根本没把矮人放在眼里，他直接命令萨菲龙轰开了地穴的入口。之后，他们冲进了地穴内部，没曾想，阿尔萨斯还是低估了矮人的决心，矮人宁可死也要炸毁桥梁，阻止仇人前进。这使得阿尔萨斯等人只能另寻他路。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条密道。
在这条密道中，仍有许多未臣服于巫妖王的诸魔。这些诸魔向阿尔萨斯等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可这些诸魔哪里是阿尔萨斯的对手？在干掉这些诸魔后，众人沿着密道一路找到了矮人副官巴尔古。巴尔古阻止阿尔萨斯进入更深一层的地穴，这不仅是因为阿尔萨斯害死了姆拉丁，更因为最近频发的地震唤醒了某些古老而可怕的生物。矮人是要守住地穴，不让那些家伙从这里逃脱。可阿尔萨斯救主心切，他一定要从这里通过。于是阿尔萨斯率领手下干掉了巴尔古，进入了更深一层的地穴。刚进入这里，阿尔萨斯就察觉了异样。阿努巴拉克认为矮人说的可能没错，地穴中真的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熟悉魔兽史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艾卓尼鲁布帝国在非常久远的年代就已经存在了。那时的诸魔还是上古之神的眷属，而在艾卓尼鲁布帝国中，另一些古神的仆从无面者也潜藏在帝国的更深处。最近，这些无面者突然变得躁动了起来，因为他们得到了古神尤格萨隆的指示，要阻止阿尔萨斯支援巫妖王。于是乎，当众人来到更深一层的地穴时，就遭遇了这些害人的无面者。这也正是矮人口中所说的恐怖生物。在这古老的地下通道中，埋藏有太多的古神仆从了，这其中还有些本该被遗忘的造物，就连阿努巴拉克也对其感到心生胆寒。虽说阿尔萨斯和阿努巴拉克能够打倒这些敌人，但这些无面者源源不断，就仿佛杀不尽一般。眼见情势不妙，阿努巴拉克立刻带着阿尔萨斯向上层王国逃去。其实抵达了上层王国就离冰冠冰川不远了，只不过这里仍然埋藏有各种陷阱。阿努巴拉克提醒阿尔萨斯一定要小心。正说着，突然发生了地震，将阿尔萨斯、阿努巴拉克阻隔开来。由于时间紧迫，且洞穴还在进一步坍塌中，所以阿尔萨斯只能只身寻找其他出口。幸好先前有阿努巴拉克的提醒，这才让他避过了不少诸魔陷阱。而除了陷阱外，还有数不清的无面者敌人。阿尔萨斯历经艰难险阻才通过了这地下迷宫。与此同时，阿努巴拉克也带领诸魔凿出一条通道与阿尔萨斯会合了。阿努巴拉克称赞阿尔萨斯不愧是被巫妖王选中的人，竟然能够活着通过那座迷宫。在接下来，众人突破了无面者的包围，由地下重回到地面之上。穿行地下隧道果然为阿尔萨斯争取到了不少时间。他们赶在伊利丹的大军之前抵达了冰冠冰川。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阿尔萨斯将这片冰封废土上能够找到的所有亡灵都集结起来。根据情报，伊利丹率领的纳迦与血精灵部队也来到了冰川脚下，一场大战即将展开。正当此时，巫妖王再次远程联系了阿尔萨斯，他向阿尔萨斯交代了他力量流失以及基尔加丹派伊利丹来刺杀他的来龙去脉。眼见最后一战即将到来，为了能够让阿尔萨斯战胜伊利丹，巫妖王将他残存的力量都交给了阿尔萨斯，因为这是他们能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了。至此，阿尔萨斯的力量也终于得到了恢复。在游戏中，之前阿尔萨斯力量削弱主要体现在每一关的等级都在不断下降，不能获得经验，也不能升级。直到现在，也就是战役的最后一关，阿尔萨斯终于能够获取经验和提升等级了，这是他力量得到恢复的体现。当阿尔萨斯与伊利丹各自带领手下来到了冰冠堡垒前的平原上，双方的战斗围绕着争夺打开冰封王座通路的4座方尖碑机关展开。对于任何一方来说，这都是一场恶战。这场战斗的目的不是征服，而是歼灭。尽管伊利丹阵营人数众多，但是他们并不适应诺森德的极寒天气，相比之下，天灾军团占据了主场优势。在第3次大战时期，伊利丹曾与阿尔萨斯交手过一次，那一次他们打得难解难分。但现在阿尔萨斯在主场优势以及巫妖王力量的加持下，明显占据了上风，多次击退了企图占领方尖碑的伊利丹部队。之后，他又带兵击溃了瓦斯奇的纳迦基地。而在进攻凯尔萨斯的血精灵基地时，阿尔萨斯甚至拿吉安娜嘲讽起了凯尔萨斯。凯尔萨斯称，阿尔萨斯夺走了自己所爱的一切，现在他的内心只剩下了复仇。话虽如此，但凯尔萨斯还是无法抵挡阿尔萨斯的攻势，败下了阵来。战场局面迅速向阿尔萨斯倾斜，很快他便占领了4座方尖碑，打开了通往冰封王座的道路。正当他准备前往冰封王座面见巫妖王时，伊利丹挡在了阿尔萨斯面前。毫无疑问，伊利丹没有打算就此认输。于是，在2支大军的见证下，阿尔萨斯与伊利丹1对1交手了。双摘伤与艾希诺斯战刃迸发出猛烈的撞击，在巫妖王力量的加持下，阿尔萨斯用双摘伤重创了伊利丹，这几乎要了伊利丹的命。然而阿尔萨斯并不打算补刀，因为巫妖王急切的催促让他尽快赶往冰封王座。巫妖王的力量仍在不断的从裂缝中流失，再这样下去，巫妖王的力量终将完全消散，到那时就连他的本体也将不复存在。就在阿尔萨斯登上冰封王座的过程中，阿努巴拉克也在全力驱赶血精灵与纳迦部队。眼见再无战胜的可能，伊利丹只好带着他的残余部队狼狈地逃往了外域。等待伊利丹的将是基尔加丹的怒火，不过伊利丹也做好了迎接这份怒火的打算。有关伊利丹的后续发展，这里就暂且先不提，眼下还是让我们把视角聚焦到阿尔萨斯这头。在阿尔萨斯前往冰封王座的路上，巫妖王一直试图说服阿尔萨斯，让他与自己合为一体，因为这样一来，巫妖王不仅能够避免消散的命运，还会获得一副肉体躯壳，脱离冰封王座的束缚，变得更加强大。这看似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乌鸦王命令阿尔萨斯来到冰封王座前，只见阿尔萨斯挥动双摘伤，一击便粉碎了困住乌鸦王的巨大冰块，包含着乌鸦王灵魂的统治盔滚落到了死亡骑士脚下。乌鸦王向阿尔萨斯许诺，只要戴上头盔就能获得真正的力量，但阿尔萨斯此刻却犹豫了，一瞬间许多疑问涌上心头。难道主人是想要利用我吗？戴上头盔后，主人会不会摧毁我的意志？这些问题阿尔萨斯无法得到肯定的答案，但只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什么都不做，乌鸦王就会消失，阿尔萨斯的力量也会随之变弱，树敌甚多的自己势必会遭到敌人的追杀，届时自己必将死于这群追猎者手中。经过考虑，阿尔萨斯决定拥抱那未知的命运，他将头盔戴在了头上，一瞬间乌鸦王的力量如洪水般涌入他的体内，接着乌鸦王的灵魂与阿尔萨斯的灵魂融为一体。虽然在编年史中并没有提及乌鸦王耐药组是否真的摧毁了阿尔萨斯的意志，但这份答案却能在小说中找到。当乌鸦王与阿尔萨斯的灵魂融合后，阿尔萨斯进入到了一片意识空间，在这里他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幻象，看到了双摘伤和灰烬使者，还看到了一个老兽人耐药组和一个人类孩童阿尔萨斯的最后一份人性。孩童企图换回阿尔萨斯那逝去已久的善心，可阿尔萨斯却抹杀了自己的最后一份人性。当这最后一点人性都消失时，阿尔萨斯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坚决，所有的犹豫与疑虑都不见了。紧接着他又杀死了老兽人，因为他不想与耐药组共享乌鸦王的力量，这份力量只属于他一个人，他即是乌鸦王，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他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将乌鸦王的力量真正纳为己用，这期间他只能在冰封王座上沉眠。幸好这期间他还能远程指挥天灾军团，稳固他对东部王国以北区域的统治，等到乌鸦王阿尔萨斯真正苏醒的那一天，天灾军团也必将卷土重来。好了，本期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冰封王座的故事可以说是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不是还有希尔瓦纳斯和雷克萨的剧情没讲吗？这是因为根据编年史记载，雷克萨的战役是发生在之后的，所以这段故事也要放到后面再来讲述了。而至于希尔瓦纳斯的后续剧情，因为时间关系，只能放到下期再来讲述。大家多多点赞，这期点赞能有1万，咱们下期就继续更编年史。数据要是不太好的话，就只能先考虑开点新坑，或者是填旧坑。编年史先缓一缓再做，毕竟现在大环境不太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那本期节目就先这样，我是4213，我们下期再见。